名气远大于实力，最被高估的中国10大网红城市。本期虎先生奇谈为您逐一盘点。在短视频与流量时代，一座座城市被滤镜包装，被话题捧红，一夜之间成为全民打卡的网红圣地。他们靠一句 slogan、一个爆款景点、一种特色小吃刷屏全网，名气响彻大江南北，仿佛不去一趟就跟不上潮流。可当无数人满怀期待奔赴，却发现现实与滤镜天差地别，要么过度商业化，要么景点单薄，要么配套拉胯，要么口碑崩塌。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。今天我们从第10名到第1名，盘点国内名气远大于实力、最被高估的10大网红城市，撕开网红滤镜，看清真实底色。第10名，山东淄博，烧烤火遍全国，综合实力撑不起热度。2023年春天，淄博凭烧烤3件套爆火全网，小饼、小葱、小火炉，加上政府宠粉式服务，直接把这座鲁中小城推上顶流，全网刷屏，高铁限流，8大局市场人山人海。淄博烧烤成了现象级 IP， 无数人觉得这里是人间理想城，文旅标杆，城市典范。可热度退去，真实的淄博暴露无遗，经济实力一般，产业结构传统，城市建设普通，文旅资源单薄。2024年1季度，淄博 GDP 增速 4.5%， 全省倒数第一，远低于山东平均水平。除了烧烤，几乎没有拿得出手的核心景点。齐国古都、聊斋城等历史资源开发粗糙，知名度极低。城市面貌就是普通地级市，没有特色风貌，没有高端配套，没有网红气质。它的爆火本质是流量加情绪的偶然。疫情后，大家渴望烟火气，淄博刚好踩中节点，加上政府短期发力，才一夜爆红。可城市综合实力、文旅底蕴、产业活力，完全撑不起全国顶流的名气。如今热度消退，8大局空摊过半，烧烤店门可罗雀，淄博又变回那个默默无闻的鲁中小城。曾经的颇天富贵，终究只是一场短暂的流量狂欢。第9名，福建厦门，文艺滤镜拉满，真实体验全是槽点。厦门是初代网红城市，文艺之都，浪漫海滨，小清新圣地的标签焊死在身上。鼓浪屿、环岛路、沙坡尾、曾厝垵，每一处都是网红打卡地。网图里碧海蓝天，小巷文艺，钢琴悠扬，是无数文青的梦想目的地。可现实中的厦门，滤镜碎一地，性价比极低，过度商业化。鼓浪屿号称万国建筑博物馆、钢琴之岛，实际是挤满游客的商业街，千篇一律的奶茶店，义乌小商品，海鲜排档，船票难抢，上岛人挤人。所谓文艺小巷，全是拍照打卡的游客，安静氛围荡然无存，物价还比市区贵1倍。环岛路网图里空无一人，浪漫骑行，现实中节假日寸步难行，沙滩人满为患，海水浑浊发黄，远不如青岛威海的海滨质感。曾厝垵被吹成原生态渔村，实则是复制粘贴的小吃街，臭豆腐、烤鱿鱼、大香肠全国同款，味道普通，价格虚高，毫无特色。更关键的是，厦门经济实力被高估，看似名气大， GDP 常年低于福州、泉州，产业以旅游、外贸为主，缺乏高端制造业，科技创新力，城市体量小，房价奇高，收入水平一般，综合竞争力在福建都排不到第一。所谓文艺浪漫，全是营销包装出来的假象，去过的人大多吐槽，期待越高，失望越大。第8名，云南丽江，艳遇之都，名不副实，宰客商业化重灾区。丽江是西南初代网红顶流，艳遇之都，慢生活天堂，纳西古城的标签深入人心。网图里小桥流水，纳西风情，阳光慵懒，仿佛是逃离世俗的世外桃源。无数人冲着邂逅浪漫、治愈心灵奔赴而来。可真实的丽江早已沦为商业化重灾区，口碑连年崩塌。丽江古城石板路、流水、木屋还在，但民族风情消失殆尽，满街都是拉客的导游、酒托、鲜花饼店，商品全国同款，价格虚高。所谓艳遇，大多是酒托设局，消费陷阱，一杯酒几百上千，宰客现象屡禁不止。玉龙雪山被吹成神山仙境，实际门票加索道价格高昂，旺季排队3小时起步，山顶雾气弥漫，看不到全景，体验感极差。周边餐饮、住宿、坐地、起价，服务态度敷衍。更致命的是，丽江文旅资源单一，城市实力薄弱，除了古城和雪山，几乎没有其他核心景点。城市建设落后，基础设施老旧，交通不便，经济依赖旅游，
产业结构单一，抗风险能力极弱。曾经的诗和远方变成了坑和套路，艳遇之都的名号早已成了讽刺，名气远大于真实魅力。第7名，重庆。8D 魔幻滤镜太重，网红景点单薄，体验差。重庆是顶流网红城市，8D 魔幻都市，赛博朋克夜景，火锅天堂，轻轨穿楼，洪崖洞，标签多到数不过来。短视频里的重庆，立体魔幻，夜景绝美，美食遍地，仿佛是现实版《千与千寻》，热度常年稳居全国前列。可真实体验下来，重庆网红滤镜太厚，景点单薄，体验性价比极低。洪崖洞号称现实版汤屋，夜景刷屏全网，实际就是依山而建的商业街。白天平平无奇，晚上开灯后全是人，挤到寸步难行，最佳机位被摄影师霸占，普通游客只能拍人头，内部全是卖小吃、纪念品的商铺，毫无特色，打卡5分钟，排队2小时。李子坝轻轨穿楼，一个普通交通站点被炒成网红打卡地，游客扎堆拍照，影响交通。除了穿楼这一个画面，没有任何可游玩的内容。长江索道、磁器口，要么排队久，体验差，要么过度商业化，小吃街全国同款。而且重庆气候极端，地形复杂，游玩体验累人。夏天40摄氏度，高温，闷热潮湿；冬天湿冷刺骨，山城爬坡上坎，导航经常失灵，一天走下来精疲力尽。所谓火锅天堂，网红店味道一般，价格偏高，本地人常去的小店反而难找。重庆的名气全靠短视频滤镜和营销造势，真实游玩体验远不如成都、广州等城市舒服、丰富。第6名，陕西西安。盛唐滤镜营销过度，历史底蕴被商业化消耗。西安是网红古都顶流，梦回大唐、长安12时辰、大唐不夜城、兵马俑，靠盛唐文化营销爆火，全网都是汉服小姐姐盛唐夜景，被捧成最有历史底蕴的网红城市，名气碾压洛阳、开封等古都。可真实的西安，盛唐滤镜过度，历史体验肤浅，过度商业化。大唐不夜城，网图里灯火璀璨，衣袂飘飘，盛唐画卷实际是人挤人的商业街，每平方米站3个穿汉服的游客，表演要提前占位，只能看到后脑勺。所谓盛唐文化，大多是灯光秀、网红表演、商铺叫卖，历史底蕴浅薄，更像古装主题步行街。回民街被吹成西北美食圣地，实际是宰客重灾区，泡馍、肉夹馍味道普通，价格比外面贵1倍，小吃全国同款，本地人基本不去。兵马俑确实震撼，但景区配套拉胯，周边餐饮、住宿价格虚高，导游乱象多。除了兵马俑，西安其他历史景点如华清池、大明宫，开发粗糙，体验一般。更关键的是，西安城市建设服务水平跟不上名气，节假日交通瘫痪，酒店涨价数倍，景区管理混乱。网红经济下，为了流量过度包装盛唐符号，反而忽视了真实历史文化的深度挖掘，变成为了打卡而打卡的网红城市。名气够大，但历史体验、游玩舒适度、性价比都被严重高估。第5名，黑龙江哈尔滨。尔滨爆火靠营销，城市实力难续热度。2024年冬天，哈尔滨靠宠粉式营销爆火，尔滨火遍全网，人造月亮、雪地飞马、温暖驿站、贴心服务，把东北小城打造成南方小土豆的天堂。春节寒假期间，游客爆满，热度超过三亚、雪乡，成了冬季顶流网红城市。可这场爆火完全是短期营销造势，城市综合实力、文旅资源撑不起长期热度。哈尔滨的核心卖点只有冰雪、冰雪大世界、中央大街、索菲亚教堂，景点单一，季节性极强，一年只火3个月。冰雪大世界门票高昂，排队数小时，项目少，性价比低。中央大街就是普通欧式商业街，商铺同质化严重。城市实力方面，哈尔滨经济低迷，2025年1季度 GDP 增速仅 3.7%， 低于东北其他省会。产业结构传统，人口流失严重，城市建设老旧，基础设施落后。除了冬季冰雪，其他季节毫无网红吸引力。所谓尔滨神话，本质是疫情后文旅报复性消费加城市短期营销的结果。没有持续的文旅资源，没有多元的产业支撑，没有完善的城市配套，热度注定短暂。如今冬季过去，哈尔滨瞬间回归冷清，曾经的顶流名气与城市真实实力形成巨大反差。第4名，湖南长沙。网红营销全国第一，城市底蕴与配套被高估。
长沙是长虹网红城市，靠茶颜悦色、超级文和友、臭豆腐、湖南卫视、橘子洲头爆火，网红美食之都、快乐之都、夜经济标杆，热度常年居高不下。年轻人心中的网红圣地，名气直逼一线。可长沙的名气被严重高估，城市底蕴、配套、体验都配不上顶流热度。网红景点同质化严重，超级文和友就是复古装修的美食城，人挤人，味道一般，价格偏高，打卡大于体验。太平街、坡子街就是全国同款小吃街，臭豆腐、大香肠、糖油粑粑，味道没有传说中惊艳，还经常排队。文旅资源单薄，除了橘子洲头、岳麓山，没有重量级历史或自然景点。岳麓山就是普通城市山林，橘子洲头只有毛主席雕像，游玩内容单一，城市配套拉胯，节假日交通瘫痪，地铁挤爆，酒店涨价数倍，城市建设普通，没有特色风貌，网红经济过度，导致本地物价上涨，生活成本提高，本地人幸福感下降。长沙的爆火靠的是网红餐饮加综艺流量加短视频营销，全是浅层流量，没有深厚的历史底蕴，没有丰富的文旅资源，没有强大的综合实力支撑，名气全国顶尖，但真实的城市魅力、游玩体验远不如成都、杭州等城市，是典型的营销大于实力。第3名，海南三亚。东方夏威夷名不副实，宰客性价比极低。三亚是海滨网红顶流，东方夏威夷热带天堂、蜜月圣地，网图里碧海蓝天，沙滩细腻，椰林摇曳，高端酒店林立，是国内海滨旅游的天花板，名气碾压青岛、威海、厦门。可真实的三亚是国内性价比最低、宰客最严重的网红城市，名气与实力严重不符，海滨体验拉胯。所谓清澈大海，实际旺季人满为患，像下饺子、海水浑浊、沙滩垃圾多，蜈支洲岛、西岛等离岛，门票加船票高昂，游玩项目价格虚高，体验一般，宰客现象泛滥，海鲜排档天价海鲜，缺斤少两屡禁不止，景区周边餐饮住宿、租车坐地起价，拍照潜水等项目隐形消费多，投诉率常年居高不下，文旅资源单一，除了海边、酒店，没有其他核心景点，热带风情全靠营销，城市建设普通，文化底蕴薄弱，消费奇高，一碗面几十元，一间普通酒店上千元，性价比远低于东南亚海滨城市。三亚的名气靠的是热带海滨加营销包装，但真实的游玩体验、服务质量、性价比，完全配不上东方夏威夷的称号，是国内被高估最严重的海滨网红城市。第2名，广西桂林，山水甲天下，盛名难副，旅游体验被过度商业化。桂林山水甲天下，这句千古名言让桂林火了上千年，如今更是网红城市顶流。漓江、阳朔、象鼻山、玉龙河，网图里山水如画，田园诗意，竹筏悠悠，是中国山水的代表，名气响彻海内外。可真实的桂林，山水依旧美，但旅游体验被严重高估，过度商业化毁掉口碑。漓江游船号称百里画廊，实际船票高昂，行程冗长，4到5小时航程，大部分风景平淡，只有新坪段20元人民币，背景稍美，船上餐饮贵，服务差，游客挤在甲板拍照，体验感极低。阳朔西街被吹成异国风情街，实际是商业化小吃街，酒吧、商铺、纪念品店全国同款，晚上嘈杂混乱，宰客现象多，毫无特色。象鼻山就是一个小公园，门票不便宜，除了一座象形山，没有任何可游玩的内容，性价比极低。更关键的是，桂林城市实力薄弱，配套落后，经济发展缓慢，产业单一，依赖旅游，城市建设老旧，交通不便，服务水平差，过度商业化后，山水诗意荡然无存，变成打卡赚钱的工具。山水甲天下的名气还在，但真实的旅游体验、文化氛围、城市魅力早已名不副实。第1名，山东曹县，玩梗式爆火，名气与实力反差最大。如果说前面的城市还有几分底蕴或资源支撑，那山东曹县是国内名气与实力反差最大、最被高估的网红城市。靠一句宇宙中心曹县，牛皮666玩梗爆火，全网刷屏，热搜霸榜，一夜之间宇宙中心的名号响彻全国，名气碾压无数地级市。可真实的曹县就是一座普通鲁西南小县城，实力与宇宙中心毫无关联。经济实力 GDP 在山东县域排名中游，以汉服、棺材、
木制品等传统产业为主，规模小，技术低，附加值低，没有高端产业，没有科技创新，没有经济活力，城市面貌就是普通县城，没有特色建筑，没有网红景点，没有完善配套，街道老旧，商业落后，毫无宇宙中心的气质，文旅资源几乎为零，没有历史古迹，没有自然风景，没有特色文化。所谓汉服产业只是低端加工，没有品牌，没有设计，没有文旅体验。曹县的爆火纯粹是互联网玩梗、短视频炒作的结果，没有任何实力支撑，热度来得快，去得更快，梗一过时，瞬间回归沉寂。它是网红城市的极端案例，名气全靠流量炒作，实力几乎为零，是国内当之无愧最被高估的网红城市。这10大网红城市，有的靠营销包装，有的靠偶然爆火，有的靠滤镜美化，有的靠玩梗出圈，都在短时间内收获了远超自身实力的名气，成为全民打卡的圣地。可流量泡沫终会破裂，滤镜终会破碎。当游客退去，热度消散，剩下的只有城市真实的底色，要么资源单薄，要么配套拉胯，要么商业化泛滥，要么实力薄弱。网红城市的本质是流量时代的短期狂欢，但城市发展靠的是长期实力、深厚的文化底蕴、丰富的文旅资源、完善的基础设施、强劲的经济活力、优质的服务体验。那些只靠营销、没有实力支撑的网红城市，终究只是昙花一现。名气越大，失望越大，被高估的标签也会越贴越牢。